这么说啊，这有2瓶酒，是吧？你想喝，拿走，你喝去。我要想喝，我忍着。够个杯不？够。哎，可是呢，咱们看见了一个馒头，啊，你也想吃，啊，我也想吃。你饿我也饿，可是呢，咱俩都饿了10几年了，突然看见这馒头，你让我一口都别吃，都让给你，不让，还叫一帮兄弟说我不讲义气啊？这什么道理啊？这不是强盗吗？这事儿你能忍，我忍不了。兄弟，那屉里不是还有别的馒头呢吗？您就非跟陈二哥抢鱼头孙那块啊？不是我，嘿，我说你们怎么都冲着我来呀？你怎么不劝他去呀？是他跟我抢，你们都怎么了？你们，哎，我说，你是真喝醉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就不明白呀？鱼头孙不喜欢你，喜欢咱陈二哥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回来了。哦，我给你热热吧，都凉了。不用不用那汤总得热热吧？不用，这都温着。这以前当乞丐，什么饭没吃过呀？还生气呢？没有，这事情过了，就算过去了。先生说的对，你毕竟是格格，再说这也是你们家的老宅子，我也不能让你跟我住一辈子大杂院不是？喝汤。来，来，喝了这杯，喝了这杯，来。兄弟，咱这么多年交情啊，别的废话我不想多说了。你要是一大老爷们儿，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。这是老理儿，你不会不懂吧？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嘴也不疼是吧？我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我也想换棵树，没有啊，头上连片树叶都没有。反正我呀，就是给我一片树林，我呀就赖在这棵树下，我不走了啊！我哪儿也不去，我死这儿，我埋这儿，我就是烂了，我也要给他后悔。我说，把这弄碎了。谁呀？曾师傅在吗？啊，来了！您二位啊，曾师傅，哎呦，在呢。来，
曾师傅小院不错，哎呦，你坐，坐，坐，哎呀，曾师傅，哎，别难受啊，曾师傅也没来瞧瞧你，你看曾师傅这多好啊，是吧？艳福不浅，艳福不浅。哎，这是翠芝，我过一阵儿就要正式娶她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你看多好啊，这是，曾师傅这是我到现在还撂着单呢，你看这。哎，好，曾师傅，这手怎么样啊？大夫怎么说呀？啊，大夫说这胳膊怕是要废了。哎呦，大夫说，就算好了，以后也颠不动大勺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端大勺也不是什么重苦力活，这大夫就没办法？都跑3家医院了，都没法治。掌柜的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曾师傅，那这么说起来，这只手真是要废了呀！哎，大夫说，好了以后也颠不动大勺了啊。掌柜的，二爷，我可比不上你们呐，我是什么也没有啊！你说老家还那么多人等着我吃饭，这眼前这翠芝也等着我吃饭，你们可不能不管我呀！是。掌柜的啊。今儿看病的钱咱还欠着呢，大夫也就仗着是街坊邻居的，这胳膊怕是1天2天好不了了，您可得拿个主意呀！啊，他是这样，曾师傅，要说呢，这是在柜上受的伤，是吧？可是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是您自个儿不小心给弄伤了。这个其实跟柜上他没太大关系。掌柜的，你说。我们老家的房子的事儿你不管，那是您的本分啊。可是我在这儿签了10年的合同呢，这10年里你得管我吧？对，曾师傅，就这个合同的事儿，我也得跟您说一声。您还记得吗？那合同怎么写的？他写的是啊，季风楼可以辞您，可您呢，不能辞季风楼。二爷啊。你这是陷我杀驴啊！不，嗨，你看我老曾这手不行了，颠不动大勺了，你给我来这一手啊！您那，不是，秋晨这话呀说的有点急了。他的意思是说呢，这次的伤呢是您曾师傅自己不小心弄伤的，是吧？这确实不是店里的责任。按道理讲呢，这个钱我们是不应该再出的啊。掌柜的。你们不能因为我这胳膊废了就不管我呀！我是季风楼的厨子，我还得跟着季风楼干呢。你们得给我出钱看病啊！别急，曾师傅，一码说一码，看病是看病啊。是这样，曾师傅啊，不管说到哪儿去，您是大厨，是吧？这个大厨他颠不了大勺。您慢说是季风楼，在哪儿咱不能赖到人家身上，是这意思吧？是不是？姓厉的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你是前倨后恭的，现在呢？啊，现在你给我来这份嘴脸，你太恶心人了你！就是，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哎，别急，老曾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们呀也体谅体谅我。你说我就是一个开饭庄子的啊，就做那么点买卖，赚的是钱，不能养闲人呐。掌柜的，老曾，我呢给你点钱，你们回山东老家怎么样？不成啊！咱们有合同，你们不能这么干。合同是吧？你看，合同在这儿呢，这上面写的很清楚的，您呢不能自动辞工。季风楼要想辞您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。你看，写得很清楚。这都什么合同呀？还讲不讲理了？不是，这合同它就是合同。你这会儿说这没用，他当年就是这么签的。谁签的？您找谁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栾学堂帮您签的。如果说您心里不满意，这就是他把您给玩了。二哥。您诚心跟我们前面的伙计上眼药是吧？这菜里有苍蝇，我们被客人数喽，你们跟没事人似的，这说得过去吗？这个，老四，这菜是从我们后厨端出去的，这不假。可凭什么就说这苍蝇是后厨的伙计给掉进去的呀？这干饭店的这事难免的，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？别，二师傅，你看别生这么大气。
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不好，行了吧？四师傅，您也是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就大概是我没瞧见，不是？什么叫你没瞧见呀？客人也没瞧见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在这瞎揽事儿，这要真是你的责任，我扣你月利钱你干的。哼！我再替你出头，你先软了你。老四，你还别在这儿这么骂骂咧咧的，啊？干什么呀这是？程四师傅，这事儿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，至于这么大火气吗？我火气大，你们到前头看看去，客人们比我们火气还大。你们炒完菜没事人似的，我们是店的脸面，被客人这么数落着，好看是怎么着？哎，老四啊，知道你受委屈了啊，这事儿啊，我们厨房确实有责任，可是大伙儿不是都跟你说软和话了吗？别这么不依不饶了吧？你应该不会是诚心的吧？我成什么心的？那老五来了，我得把这说清楚。嗯，不是就行啊，下次注意啊。来，王同学。哎，老吴，怎么着的呀？我说二爷，您不会也是闻着味儿上这儿巴结王家来了吧？哪儿啊？我头2天上他们家出外汇，伙计出一洋相，我说登门道个歉去。这行了，别去了啊！今时不同往日，人家王家现在牛大发了，咱啊攀不上。怎么了？还不知道呢。最近王继堂王委员被蒋委员长任命为东北特使，瞧见没有？这2天进进出出、来来往往的这些个，都是高官。但凡有点不留神，老弟我这身皮就得让人给撸了。没，头2天我上他们家那还无官一身轻呢，哪还怎么就不明白呀？像王委员这种人，平时没事就爱家待着，可是外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都得请示人家，谁让人家是蒋委员长的红人呢？日本人都得让他3分。不是你这么一说，我更得进去了，我这。你真想砸兄弟饭碗是不是？回去吧，回去。你说至于的吗？就这么点事儿，让底下人看着，你们俩也不嫌臊吗？行了，这事儿过了，就到此为止了。行吧，听老五的。老四，以后有事儿，咱们好好说。哎，他倒卖起好人来了，你看。哎，行了你，二哥是后厨管事的，你瞧让你这顿数了，那脸往哪儿搁？那我在前头被客人数落，我这脸就有地儿搁。我这是就事论事。行，志贤哥哥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跟二哥较劲，是不是因为鱼头孙？没那么大的事儿。瞧，我还不知道你。就算有又怎么着？我这心里就不能有个人了？那这不是得你情我愿吗？这别说，四哥，我跟你说白了，这鱼头孙看上的是二哥，你就别往里掺了。老五，你现在是大宅的住着啊，弟妹是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能力有能力，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哎，我三哥，你也是打着光棍的啊，你知道光棍的滋味啊？啊？哎，你们不会因为二哥是后厨的管事的，就都向着他吧？行了，真歪。行了，我知道，这店里头啊，离开我程京堂在照样转，这后厨要离开陈焕章就他一半了，所以你们逼着让我程京堂退出，对吧？行了你，还来劲了你还？我跟你说，他要看着你，我跟老五保证也这么劝他。行了，只要他俩没结婚，我就有机会。哼，我就不信了，我程金堂这张嘴会输给陈焕章这个大闷勺。行了，
你们也甭劝了，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。倔驴，老五，哎，老五，这个季风楼啊，把曾师傅给辞了。哟，这么快？什么这么快？你知道啊？好，怎么样？不试试还真不行啊。曾先生，您只要来了丰泽园，将来去留自愿，而且我有这个自信，能把您留住。哎呀，恐怕我曾宁安身上这点道行，都得交给丰泽园了。可是有一样，您说，季风楼无情，我曾念安可不能无义。10天，您给我10天时间。如果汪掌柜他还惦记我曾念安，我还回季风楼。你说您这是何苦呢？我用这样的招数，这心里还是有点愧疚。阮掌柜，如果你把我曾念安当个人物，您就给我10天时间。10天之后，如果我进了丰泽园的门，我这辈子绝不换主子。10天，我等。这些花啊，放老太太屋里头，这看着了，心情该多好。好呢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娘，这谁家的小树崽跑咱家来了？娘，哎呀，哪是跑来的，是我买的。你买的啊？那这院子也是您弄的？怎么了？你以前种点花呀、草啊，养点什么金鱼，谁来看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呢就得种点菜，种点菜呢还能吃。跟你说，这2天哪儿都别去，就帮我干点活啊。娘，这院子我收拾了10来天呢。哎呀，你不会收拾，你真把咱们栾家当成大户人家了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养的花种的鱼呀，谁来看呢？你看我，哎，那边种的菜，这边养的鱼，哎，都是能吃的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快来看，哎，你看看这大鲤鱼，你看大鲤鱼，都是能吃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娘啊，咱这是在城里，不是在乡下。在城里怎么了？你说这院是不是咱们自己家的？是咱自己家，我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哎，娘，您老就不能享享清福啊？老给自己找活干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闲得住吗？不是，我是说这院子，这都怎么了？你这院子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挣了钱就忘本了？我可告诉你，你一辈子都不能忘本。我和你爸呀，就是老老实实的种地的。你说这院多好，这么大地儿，我种点菜，这以后做饭吃菜啊，就不用到外边去买了。行，种菜行，可是猪呢？这，你放心，我过几天呢，就在那拐角垒了一个猪圈，以后啊，这猪就不会再出去了。不是垒了它也有味儿啊？有味儿？你吃猪肉的时候怎么没嫌有味儿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当了掌柜了就了不起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没吃的，就金山银山都填不饱你的肚子。我告诉你，你明天就把我那床底下放几袋大米。干嘛呀？备荒。先吃饭。行了。是，我买这老宅子惹你们生气了，可我忍了，我就是想要这么一个家呀。是，我是从贝勒府出来的，你们觉得我娇气，我讲排场，可这都成什么了呀？种菜养猪啊，这说出去都笑掉大牙了。你要再这样，娘也要生气了。他气，我还生气呢。我求他住进来，是想让他来享福的。
他苦了一辈子，他苦惯了，他伶仃的不适应，您慢慢来呗。师傅，在这里停一下了。麻烦在这里等一下我。来啦！你好，这位先生，您找谁啊？请问曾念安曾师傅在家吗？在。您请进来。好。这些天，我还真是在等人上门，我没想到是您呢。曾师傅是北平首厨，鄙人早该拜访的。哎呀，您客气，就是个屈子，拿不到台面上去。我听说曾师傅被季风楼辞退的事情，就立刻来了。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曾师傅能够跟我一起回满洲。我这手要是真坏了，您还请我？手臂归手臂，跟手艺没有关系。即便曾师傅不能做菜了，也可以原传心授，把一生所学发扬光大的。曾师傅，您的葱烧海参是我吃过的极品，大东亚饭庄不能没有这道菜。您放心，待遇方面一定比北平的高上好几倍了。您的好意啊，我心领了。可是您来晚了一步，我已经应了别人了。丰泽园，视野先生，您怎么知道？在北平，能够请得动曾师傅的，也只有栾学堂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您的假受伤，也是栾学堂出的主意吧？栾掌柜，你怎么来了？曾师傅，哟，师爷先生也在啊。栾掌柜，您来的真是时候啊。是时候？我不太明白。栾掌柜，明天就是第10天了，我曾静安说话算话，我一定去您的丰泽园。您别多想，是我这人性子急，我实在是等不了了。您不知道这些天我天天在家胆战心惊的，生怕别人抢了先。哎呀，咱这个年月呀是不太平，有了粮食啊，才心里不慌呢。是，哎，咱都是苦日子过出来的，这狗剩也要过饭。哎，你说他怎么当了掌柜了，就忘了本了呢？这才好了几年呢，你说这一辈子能这么好下去吗？你说是不是？我跟您说，大娘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我说，你也别劝我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好好的去给我说说这个狗剩。得嘞，什么事情都依这个他媳妇儿的。大娘，我多句嘴啊，像是您这年头啊，您这儿子和儿媳妇可都是好孩子。哎呦，这儿子娶了媳妇儿啊，就忘了娘了。这以前呢，他回来的时候还给我说说话，现在回来直接就奔那媳妇儿房间里边了。哎，你说，他不干点什么正事儿，哎，这么长时间了，那雅丽呀，那肚子还没有事儿呢。大娘，您那意思我明白，想儿子，想儿子没关系的，您给他叫出来，儿子出来陪老娘聊聊天来，不就齐了吗？他能听我的吗？那怎么不能听啊？这臭小子的，你说说。哎呦，你慢着点儿。对。大娘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事儿他不能急。怎么不着急啊？这狗剩都多大了，我还想抱孙子呢，到现在我都没有抱孙子呢，我想死了都。大娘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咱这城里人，真不用种这个，
杨大哥，我才不管城里边人种这个养那个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得种这个养那个，我养这一院里边全都是动物，我还能吃呢。大妈，您听我说，咱这不挨着丰泽园的吗？您想吃什么没有啊？是啊，呀，我才不稀罕呢，我就是吃糠咽菜，一辈子是穷命。哎，老三，你呢，给我换一点那个金疙瘩。哎，我总觉得拿那个钱不如拿那个金疙瘩放到手里边踏实。大妈，人家有钱的阔主兑点真金白银在手里边，咱就这么点儿，您兑他干嘛呀？哎呀，这一点是一点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狗剩不帮我干活，你得帮我干活啊！哎，来，去喂点鸡去，来，拿着喂鸡啊！哎，你收拾我大米干什么呀你？啊，不，这，哎呀，等会儿，大妈，您拿这个喂鸡，这不是一个破碗吗？大哥，大妈，这是明朝永乐年间的压手杯，您拿它喂鸡？哦，只能喂鸡不能喂鸭是吗？不，大娘，我跟您说啊，这碗您一定保存好了，这碗可值好多钱呢。哎呀，我才不管那什么鸡手杯、猪手杯、鸭手杯呢！来，给我喂鸡的去。推倒，慢慢倒。张掌柜，不远送。留步。曾师傅，那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好，那不远送，不远送。曾师傅2次易主，你干得漂亮啊！曾师傅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你说这样的人谁不想挖过？既然你得了先，我无话可说。希望以后大东亚饭店和丰泽园能够多多合作。怎么个合作法啊？你要在北平开饭庄呢？那也未尝不可呀。行，这事儿我也回去琢磨琢磨，先告辞。走，告辞。慢走，冷掌柜。您慢着，曾师傅，日子都在啊。哎呀，我曾师傅，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。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陈师傅，陈师傅，哎呦呵，曾师傅吗？咱们又在一块干活了。过去的事就不说了。哎，打今儿起，您还得多多照顾我。哎呀，曾师傅，您客气，您厨艺高超，以后请您多多指教。哎呀，哎，曾师傅，您这胳膊，哎，二哥，那个老五让曾师曾师傅，对面那黑心人啊，您早就不应该揍他们了，过来就算对了。得嘞，那个二哥您先忙着，哎啊，曾师傅您里边先歇着啊。哎，得。哎，曾师傅，您留神台阶儿。您看这小院还挺清静的。哎，您慢着，曾师傅，您看这台阶啊。哎，曾师傅您请进。来，曾师傅您坐啊，坐。曾师傅，这是给您准备的壶。我说曾师傅啊，这地方啊就是您休息的地方，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您跟我说。啊？哎呦，徐头，哎，你也是老行头了。你说栾掌柜这么知道心疼人，可着这北京城，找不着第二位。曾师傅您就别客气了，我们掌柜的早就跟我们说了，说这手艺啊必须得尊重。嗯，这么着，您先歇会儿。一会儿啊，您就上灶上亮亮您的绝活啊。这个呀，这个梅兰芳梅老板要上咱们这儿吃饭，就等您那葱烧海参呢。徐头，哎，你跟栾掌柜说吧，打今儿起啊，我曾念安就是丰泽园的人了。得嘞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
一辈子大宴，让他眼欠了眼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等我下来，回头再说。二爷。 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不会用手开门呢你？还算你点小账，老窝让人端了，知道吗？你把话说清楚点儿，什么老窝被人端了？曾念安，曾念安奔了丰泽园了，你都不知道？曾念安，哎，小栾子收个残废干什么呀？扯，什么残废呀？合伙蒙咱的，胳膊好好的，好人一个，颠大勺子跟那儿。不可能，他可是被热油烫的。 什么热油啊！你想想，咱俩去那天，胳膊早就包好了，哪有热油啊？里边全是硼砂。哈哈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，掌柜的！听丰泽园伙计说呀，这曾念安在他们的后厨可开练了，而且栾学堂还给他收拾一单间做休息室，他跑去给人家当厨子去了。哎呀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！那份合同呢？啊？你收那份合同干什么呀？你是白白的让我丢了一个财神爷呀！我不烧合同留得住人呐！人小栾子跑福山给买了5间大瓦房，你呢？你抠吧，抠吧！哎，掌柜的，我不让你闹，不让你闹，你偏闹啊你！你给人家下鸡瘟，还上门去闹啊！非要两家开战！行了，行了，现在人家把曾念安给挖走了，完了，完了！ 不是，我说我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早干嘛去了？你让他要饭，让他要去呗，非收留。骑咱朋友拉屎，我不闹怎么办？还有活路吗？这个鸡疯猴子，早晚得败在你手里呀！我们，你这不是你打我也还跟你说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这。 没事吧？不知道，没气儿了。叫车呀，赶紧叫车去！哎，叫车！来人呐！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进去没有啊？啊，你差不多行了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闭嘴！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？我说，哎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前面都忙成什么样了？赶快干活去！还干活呢？啊，这个犟驴跟曾师傅怄气儿了。 怎么了这是？还怎么？就因为曾师傅用了头灶，我没造财，我怎么炒菜呀？我说老二，这曾师傅咱是花了大心血请来的，咱总不能让人当二灶吧？哦，他不当二灶，我当二灶。你看，别那么小心眼子行不行啊？咱们谦让点人家，行不行？我不小心眼儿，我的徒弟们答应吗？我谦让着点儿，我的徒弟们他们也丢不起这人呐。 谁说？谁敢这说我就脚撕烂他！行，我跟你说，老二，咱哥几个攒一块儿，不就为了挣钱吗？分什么头灶二灶的？再者说了，哪月亏你钱了？老徐啊，你还甭这么说啊！我说这事儿啊，你跟老五啊商量商量吧。我说老二，你这死要面子，我这你回去好好说说他啊！这不说半天了吗？我也着急呀。行，别着急，先跟我前面忙去吧啊！先给我干活去。哎，我知道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再喝口水。你说你们这两口子，快喝完赶紧过去。一山可不容二虎，想让这哥俩往一块儿拧，这事儿不但容易。我看不至于。其实啊，二哥心里明白，曾师傅到咱这儿来啊，是为了共同的买卖。哎，你说呢，老五？这样，咱分头去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别闹起来就行。就是，往后对二哥咱再多加份尊重，别让他心里委屈。怕是没那么容易。老五，对面出事儿了，王掌柜瘫了，弹弦子了。爸，有人来看姑父。谁呀？栾叔叔。行，你玩去吧。栾一堂，你这算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？我毕竟在疾风楼干过。老掌柜现在病了，没别的，
就是想过来看看，表表心意。也对这次我办这事儿，向夫人您道个歉。哎，别，受不起，不用跟我道歉。不是你现在人都气成这样，人你也挖走了，你演戏给谁看你？二爷，您要不闹那么一出，也没这事儿。什么叫我闹？哦，我姐夫气成这样，合着我闹的。我告诉你，袁涛，你别看你挖走了曾建安，你一副旗开得胜的样子，有我在，你早晚皇帝心毛。二爷，我们就是想看看老掌柜的，我们可没别的意思。去，走，没你说话份儿，走吧。回吧。这，以后别来了啊！你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来了，他也是咱自个儿找罪受。那也得来呀，要我这心里头过不去。过不去，他也不能怪咱，要怪他李秋臣。我跟你说，老掌柜这一摊黑，季风楼正好落他李秋臣手里，往后咱这门对门的，有的斗了。谢谢太太。哎，我来。姐啊，名存实亡。现在咱们季风楼这个状态呀，就叫名存实亡。是。我姐夫病了，曾建安走了，生意全让对过的丰泽园给抢走了。这个伙计呢也招呼说不干。哎，今儿个是怎么着？厨房又走2个。可不，您再不交给我，这真就黄了。是啊，我跟您说，太太，就二爷说这是真在理。您知道现在店里还欠着人进货的钱呢，就这账早晚得还呢。您让那些债主子天天这么堵门口要账的，这让客人瞧见，这不是真愁人呢？您知道？我知道，你知道我，哎呀，我不是信不过我这弟弟，秋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季风楼，这是咱爹这一辈子血汗钱挣下来的。也是我跟你姐夫后半辈子的指望。那这您放心，我交给你干，我不是说不放心，我这放心不就好办了吗？来，拿来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合同。不是你干就干吧，你还弄什么合同啊？你不是姐，这我得事先跟您说清楚了啊。自打我姐夫病了，多少人就盯着这季风楼。我是一二掌柜的，名不正言不顺。您今儿个把这手印一摁，我就是正式的大掌柜的，他们所有人就闭嘴，啊，什么时候等我这个姐夫好利落了，我再把店还给人家，不完了吗？您放心，季风楼在我手里一定是另一番天地。还有啊，这个每个月的吃穿用度，家里的啊，您放心，按月拿钱。我也是为您跟我姐夫着想。您说除了我跟耀祖，谁给你们俩养老啊？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可就说好了。你姐夫哪天要是好了，这季风楼他要是要，你得还给他。您放心吧，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对您什么样您不知道吗？现在必须得找人管，不然等我姐夫好了，早黄了。来。是啊，那生意没人打理，根本就明儿的。哎，姐，得嘞。原来啊，总是惦记着把曾师傅挖过来，可是就没想到这后厨的事儿。嘿，我说咱陈二哥忒不局气，你说咱自己个儿的买卖，他置什么气？嘿，可不，他呀就是那么一人，平时话不多，可轴得很。真不知道鱼头村看上他哪儿了，这是。闭嘴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等哪壶开了就来不及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儿。好好的头灶干着，曾师傅一来降2灶，搁着谁心里头未必过得去这坎儿。反正啊，这2灶不能跟人曾师傅。这要是那样的话，那不就给人得罪了吗？而且啊，人家曾师傅，人家是要脸面的人呢。师傅，
您在这中间，您得给说和说和。老话说得好啊，二马不同槽，同槽准出事儿。是。哎。二爷，不是那个掌柜的，这面刚煮好，您趁热吃吧。拿走，就4000块钱，里里外外账上就剩4000大洋，这够干什么的呀？这不空壳吗？这个。是啊，你听我的，我给。这现在您看，咱这季风楼前堂伙计吧，就走了6个，这后厨上的呀，就剩下个孙大头，还有仨伙计。整个季风楼前后后就这么点人了，哎，这不是一脑门子官司吗？这个，贷款又贷不来，人又走干净了，1万啊！哦，这整个季风楼现在连1万大洋都贷不了，他没有抵押呀，他放不了贷呀。哎，您是不知道，刚才外面那帮要账的都快把我打死了。给他，省得跟这恶心人。1万大洋，你让我给你哪儿搜了这1万大洋去呀？不是老胡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